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3后劲真的太大了。周深在台上爆哭，热搜上全是夸他教养好、温柔的词条。看着他哭得不能自已的样子，我反倒觉得这恰恰是他在这档节目里最真实、最精彩的时刻。平常看他在各种综艺里总是笑嘻嘻的接梗搭话，像个永远不知疲倦的小太阳。这回他突然情绪失控，就好像你那个平时在群里最活跃、永远充满活力的闺蜜，某一天深夜突然给你发语音说：“我真的好疲惫啊。”那一刻你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也不是铁打的，原来那些没心没肺的笑背后也藏着不为人知的脆弱。他越是在镜头前表现得完美无缺，我们作为旁观者就越是觉得心疼。当选手阿修在台上讲述自己追星经历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周深的眼眶瞬间就红了。他哽咽着问了一句：“凭什么能这样？”看到这我真是破防了，赶紧停下来倒回去看了2遍。大家知道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冒名顶替综合征吗？就是指那些明明很优秀的人，却总觉得自己的成功是运气，时刻担心被别人发现自己其实没那么好。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广大打工人的日常写照吗？平时在公司，领导突然夸你一句，你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高兴，而是心里发慌，觉得自己根本没那么好，怕下次做不好让人失望。周深也是一样的，他站在那么大的舞台上，面对那么多人的喜爱和鲜花，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我够格吗？这种深深的不配的感和自我怀疑真的太真实了。讲真，看到周深眼眶发红的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无数个在深夜里自我怀疑，拼命想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工作的普通人。他的眼泪其实也是替所有在名利场和生活中感到惶恐的普通人流的。更让我触动的是他对粉丝的理解，他哭着说，粉丝来看他不用克服很多困难，生活里有100个理由可以不来，但就是有人来了。这就好比你闺蜜跨城来看你，高铁晚点了3个小时，见面时还喘着气说值得。但周深厉害就厉害在，他看到的从来不是粉丝这个抽象的、庞大的数据概念，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。他能看到那个为了来看他而请假会被扣全勤奖的打工人，能看到那个为了赶末班地铁而在寒风中奔跑的女孩，能看到那个第2天还要早起挤地铁上班的疲惫灵魂。他哭，就是因为他心疼这些具体的人的奔波。说实话，现在内娱有太多把粉丝当成韭菜和数据的明星了。周深能看见那些请假扣的钱、赶地铁的累，这种平视的悲悯与共情，真的太稀缺、太珍贵了。他不是在俯视他的受众，而是在拥抱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挣扎的同路人。最绝的一个细节是，录节目的棚正好在上海龙吴路附近，而那刚好是他18岁刚来上海打工、挤群租房的地方。看着台上18岁的高中生选手，他一下子就穿越回了当年那个挤在逼仄小房间里的自己。命运这东西，有时候真像个蹩脚又深情的编剧。这种巧合，就好像你某天路过大学门口那家早就拆迁的奶茶店旧址，突然闻到一阵熟悉的香味，所有关于青春的回忆瞬间排山倒海般涌来。18岁的周深和现在的周深，在这个小小的录制棚里，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视。看到这儿我真是鼻头一酸，谁没有个灰头土脸、迷茫又执拗的18岁呢？我们心疼周深，其实也是在心疼那个曾经为了梦想在底层摸爬滚打，吃过无数暗亏却从不抱怨的自己。但周深毕竟是周深，下一秒他就自己跟自己开个玩笑，调侃说被自己弄哭了，硬是用一句玩笑话把那快要溢出来的煽情氛围给拉了回来。这个反应太像你跟喜欢的人聊天，差点说漏嘴表白了，赶紧补一句我开玩笑的。他不是不想真诚，而是怕气氛太沉重，怕别人有负担。周深这种本能的幽默化解，其实暴露出他太习惯照顾别人的情绪了。他是个典型的高敏感人群，连自己的脆弱和崩溃都得小心翼翼地包装成段子，生怕给别人带来负能量。我特别想穿过屏幕抱抱他，告诉他，其实你不用总是这么懂事，偶尔展露一下真实的狼狈，大家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情绪刚平复一点，他开口的第一句话，竟然是对着全场说对不起。这个细节让我愣了好一会儿。他打断的只是节目流程，可触发的却是人之常情啊，为什么要道歉？我后来仔细想了想，明白了，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职业素养。不管因为什么原因，只要影响了工作进度，他就觉得过意不去。但换个角度想，这也太让人心疼了。连崩溃都要先道歉，连情绪失控都要先反思自己是不是耽误了大家，他平时得把自己逼得多紧多紧张啊。这种过度懂事和讨好型的底色，真的让人看着很不是滋味。
我们总夸他教养好，情商高，但有没有可能，这种连崩溃都要先说对不起的教养，其实也是一种不敢真实做自己，害怕让别人失望的束缚？在节目里，他不断地说着一定要把爱自己放在第一位。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特别有力量，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自己明显没做到。回想他之前的演唱会，郑州碰到大雨，他自己掏钱给粉丝买雨衣。伦敦演唱会因为不可抗力取消，他在空荡荡的场馆里对着空座位鞠躬36次，哽咽着道歉了9分钟。多数艺人碰到这种事，发个微博，退个票款也就完了，他却偏要站在现场，用近乎自虐的方式完成这个道歉仪式。这些举动表面上看是在宠粉，但骨子里他是在还债。他还的是他觉得自己欠粉丝的那笔感情债。我有时候挺生气的，气他把自己逼得太狠。他总觉得自己在还债，但其实粉丝早就把这笔账抹平了。这种执念的背后，是他极度缺乏安全感，他必须用这种极致的方式来确认我没有辜负你们。不过，换个角度来想想，周深这种完美偶像的人设，会不会也是一种无形的枷锁？他越是对粉丝好，越是卑微的道歉，粉丝就越是心疼，越是觉得他根本不欠我们的。但在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中，他好像从来都没有肆意妄为过。连哭都得先道歉，连感动都得先考虑别人的感受。我们夸赞他教养好，但这也意味着他剥夺了自己任性的权利。真正的爱自己，不是嘴上说说，而是允许自己有情绪，允许自己不完美的。节目播出之后，他深夜发文说，不管是18岁还是多少岁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算，都是为了成为我们自己。我把截图发了朋友圈，因为我知道，这并非是那种励志博主熬的空洞鸡汤，而是一个从群租房一路走到大舞台的人，在回头看自己深深浅浅的脚印时，说出的大实话。18岁时那个迷茫的周深，和现在这个光芒万丈的周深，终于在这个龙无路的录制棚里握手言和了。看到这条微博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感觉他终于开始学着接纳那个曾经不够完美的自己了。而最让我感动和欣慰的，是评论区粉丝的留言。有人说，你从来不欠我们什么。有人说，这是一场双方都得利的缘分。这和以前饭圈那种哥哥只有我们了，我们要保护哥哥的苦情虐粉说法完全不一样。现在的粉丝真的成熟了，他们明白，我喜欢你，是因为你的歌陪伴我度过了人生的低谷，这是互相治愈，不是单方面的救赎。周深和粉丝的关系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和仰望的信徒，而更像是两个在生活里并肩奋斗的人，在寒冷的冬日里，互相递了一杯热奶茶。这种健康、平等的双向奔赴，才是追星最美好的样子。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呼吁，希望他在爱别人的时候，也能学着让自己放松一点。这个呼吁，就像你对那个总爱加班、把身体熬坏的闺蜜说的话，亲爱的，你先把自己照顾好。周深听了这么多年我爱你，现在终于听到有人对他说，你值得被爱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完美的事，不是因为你道歉了9分钟，仅仅是因为你是周深。这个认知的变化，可能比他唱的任何一首高音，比任何一次完美的舞台都重要。说到底，我们喜欢周深，不仅是因为他天籁般的嗓音，更是因为他身上有我们普通人的影子，会自我怀疑，会心疼别人，会为了生活奔波，也会在深夜里偷偷崩溃。但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希望他能对自己好一点。周深，以后的日子里，希望你稍微自私一点，想哭的时候就痛痛快快的哭，不用急着说对不起。先爱自己，再去爱这个世界，因为你本身就已经足够美好了。